大家好啊，我是右布，今天继续带大家解读心经的经文究竟涅槃。那么要想知道什么是究竟涅槃，我们就先要了解涅槃分成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还有究竟涅槃这三个层次。那么涅槃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在梵文中间它是讲利波或涅槃那，意思是说不生就是不再发生了，它是一个静止的状态，所以也有寂静的意思。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，不能够翻译成为不生不灭，因为谈不生不灭一定就有生才有灭，因为原来有生灭才会说不。而涅槃的境界呢，则是不发生了，连生都不生了，当然就不需要灭了。所以也有把涅槃翻译成寂灭，也就是连灭都已经寂静了，当然它就不会有所生。所以谈不生谈寂灭可以说都是涅槃。可是如果我们要在名相上做一些解释的话，可分别为有余、无余和究竟。不过这只是一个概念，真正的涅槃其含义应该是于生灭的现象而言，它已经寂静了。另外还有一种含义，就是解脱而后得到一种清凉的现象，也叫做涅槃。所以有一个形容词叫做月世界，来形容这种清凉的境界。可以说涅槃一共包含了3种不同的含义。涅槃不是一个单纯的不生寂灭寂静就叫做涅槃，因为月世界给人一种寂灭寂静不生不灭的概念，所以才这样来形容涅槃。涅槃的本身我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寂静。寂呢是寂寞的寂，静呢就是清静静坐的静。涅槃一共有3个层次，第一个是有余涅槃，第二个是无余涅槃，最后才是究竟涅槃。那么什么叫做有余涅槃呢？要知道涅槃如果说不生或者寂灭，那我们提一个这样的问题，也就是说我在那里静坐，完全的静下来了，那么我是不是涅槃了呢？要知道静坐静静的坐在那里并不是涅槃，你即使意念也不起了，眼睛也不看了，耳朵也不听了，你完全在关闭的状态之中，也不叫做涅槃。因为你的气血还在行走，你的心脏还在跳动，你的肠胃也在蠕动，你所有的器官都还是在工作，所以说它不是涅槃。所以说参禅的人是外静内动，也就是说以外表而言有涅槃的样子，那么以内在而言呢，则是动的，所以它不是涅槃。还有的人说他静坐以后灵光可以出窍，说是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出家人，他说他一入定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也可以到地狱去，而且呢他还看到过过去很多的高僧大德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个人就变成不是人，也不是佛，更不是菩萨了，那就变成一个怪人了。因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事儿，除非你是化身罗汉、化身菩萨，而绝不会是再来菩萨。因为再来菩萨是要显人的相才可以的。所谓化身就是变化之身，变化之身不管是化身罗汉或者是化身菩萨，
一定要具备三昧的修养。三昧的修养中有一种叫做游戏三昧，就是我们常讲的游戏人间、游戏世界。你如果具备了这种修养，而且你也没有怨了，比如说你只想成就罗汉，不想成就菩萨，虽然你完成了菩萨位、正等觉、佛临位，你也没有成佛的机会，必须具足了游戏三昧的修养，那你才可以说你是再来菩萨，否则的话都是大妄语。以佛法而言声闻法、四圣谛、八正道、菩萨法，就是所谓的四无量心、六波罗蜜。我们根据这些道理方法，使你的修养达到一个圆满的境界的话，这个时候于法而言，就有了法的涅槃，也就是法的涅槃相。完成了法的涅槃，而且不会再为世间的无明烦恼而使自己不自在，这样就叫做涅槃。有余涅槃就是你具备了涅槃的条件，可是你的色身还在，也就是说你的色身还没有舍掉的意思。然而无余涅槃很多人会误解，认为人死了就是涅槃。其实涅槃不是死，涅槃是一种修养完成的境界，它不是色身了，可是它有色身的样子，还有色身的成分。涅槃它的境界是静止，这个静止是于生不起，于灭也不需要了，甚至于我们说成罗汉、成菩萨、成佛都是多余的了，什么戒定慧、闻思修都是多余的了，对他而言已经不需要了。这是一种如不动的境界，就叫做无余涅槃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究竟涅槃。究竟涅槃它是根据从有余涅槃突破到无余涅槃的境界，可是还不够圆满，它只是处在一个如不动的情况，就好像八地菩萨一样而已，所以它还不是究竟。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究竟呢？我们假使以菩萨十地来讲，真正的究竟是十地完成了，就是完成了法云地，跟佛一样，那就是究竟涅槃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一个整体的柠檬，那么在柠檬还没有切开之前，假设它是一个究竟圆满的话，那么你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摆在那里，这一片一片的柠檬可以组合成为一个究竟的圆的话，那是无余。假使你少了一片，那根本就谈不上涅槃了，也就谈不上究竟。可是从任何的一片，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无余，所以有余、无余、究竟，以圆来看，它都是由很多不同的圆组合起来，要完成究竟，必须具备所有这些不同的圆才叫做无余。假使你少了一片，或者少了很多片，那都是有余。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发现，所谓的有余还是有一些缺失的。我们谈涅槃有时候也谈无漏有漏，这也都是还有缺失。当你的这些缺失都没有了，具备的条件都足够了，那就到了无余的境界。可是还没有完全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之前，仍不是究竟。要知道挂碍人人都有，可是如果可以把这个挂碍放下，就不会颠倒，不会梦想，即使有，
也很快就能过去。这种现象，也就是说，颠倒梦想虽然会有，但很容易过去消失。同样的，恐怖也会有，同样也很容易就不存在了。这样你的心里面就不会有挂碍。不会有挂碍是个什么现象呢？其实就是一种有余涅槃的现象。那么无余涅槃呢？是不是烦恼也不升起了呢？其实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只要你还是一个人，你就都会有烦恼，只是你的烦恼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少。不管多大的烦恼，在你修养到达了这种无余涅槃的境界之后，你的烦恼已经微细到别人都体会不到了。那么这些颠倒梦想、恐怖挂碍虽然还会有，但都是一种非常微细的状态之下。所以表面看起来挂碍、恐怖、颠倒梦想可以肯定是很自在、很洒脱的。可是在他的内心世界还有那些细微的、微细的、很难一下子能够把握的这些不自在。当成就无余涅槃以后，就是达到了究竟的境界，那么这些细微的不自在就都完全不存在了。必须要达到这种境界，才能够说是究竟涅槃。那么好，关于心经的经文究竟涅槃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。犹不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，犹不愿您在学佛的路上能够在找到智慧之前呢，先能够找到快乐，找到快乐之前呢，先能够找到自己。感恩大家，我是犹不。